有缘人，若您刷到这条影片时，请勿错过，此乃天意之赐，您的财运将如约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请满怀信心，亲自迎接这份富贵。订阅点赞，给这份福泽一个回应，让财富与健康更加稳固长久。有福之人评论一句接财接好运，为家人和孩子接下这份好运，愿你阖家欢乐，事业顺利，疾病与霉运永远远离你们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生肖鸡命犯白虎冲命，50岁以后偏财多，健康却濒临险境。说起属鸡的人，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聪明，能说会道，有魄力，做事果断且眼光精准。这类人年轻时可能吃过点亏，但越往后走越容易翻盘，尤其是在50岁以后，运势会发生一次明显的转折，特别是在偏财方面，往往能迎来一波意外之财。但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你就会发现这份偏财运的背后，其实潜藏着一个非常不容忽视的命理问题，那就是白虎冲命。这种煞气一旦形成，往往并不直接显现，而是像埋藏在暗处的定时炸弹，一旦触发，就很可能让人陷入破财、健康骤变，甚至遭遇生命安全威胁的困局。所以对于50岁后的属鸡人来说，这一段时间既是机遇的高峰期，也是风险的爆发点，走得好叫晚年逆袭，走不好就可能跌入命运的陷阱。从五行来看，属鸡五行为酉金，而金之特性是坚硬、锐利、克制。50岁之后，人生已经走进了命理中的晚运阶段，也就是行至人生下半场，身心状态逐渐减弱，五行之气不再旺盛。而此时的酉金如果遇上带有重煞之气的白虎星，便很容易产生金刚对撞的局面，导致外界的煞气直接冲击本命，造成命局不稳，气场紊乱。这时候，哪怕你的财富运再好，哪怕你的机会再多，命理格局也开始有裂痕了。而问题就出在这里，偏财和白虎往往是并行而来的。一方面，你可能接连收到一些不期而至的收入，比如朋友拉你入股，房产收益大涨，或者遗产分配、合作分红，钱财一笔接一笔的来，数目也不小。可另一方面，你却容易因为身体问题、意外事故、人际冲突而频频破财。这种赚得多、流得快的状况，其实正是白虎冲命之下最典型的命理表现。白虎星在命理中是个非常不安分的存在，它主管血光之灾、官非口舌、突发意外、重症手术、事故灾祸等等。特别是当它直接冲击命主的本命星时，那就是所谓的冲命。属鸡人一旦步入五旬之后，身体机能自然开始走下坡路，原本的抵抗力、恢复力已经不如年轻时，加上偏财带动的高频运势波动，本身就是对体力和神经系统的一种消耗。这时候如果还强行加压，频繁出差，或是不顾休息的忙于赚钱，就特别容易触发白虎煞的反扑。而这类反扑通常都是以健康为代价来呈现的。有些属鸡人会觉得自己身体底子还不错，不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但你要知道，白虎不是靠扛能解决的，它带来的不是慢性病，而是那种猝不及防的状况，比如突发脑溢血、车祸摔伤、心脏骤停、胆结石卡住动不了，甚至一些需要紧急手术、住 ICU 的大病突然来袭。这些事件往往来得快、狠、重，不但让人措手不及，也极容易在财务上造成重大损耗。很多人在这种时候，前脚刚拿了偏财，后脚就拿去付了住院费、手术费、术后康复等等。说到底，命理格局乱了，偏财反成祸根。当然，也不是说属鸡人50岁以后一定会出问题，
而是这类风险存在于命理之中，需要引起足够的警觉。如果你懂得提前做调整，避开高危时间段，管理好身体，看清财富流动的规律，那反而可以借助这波偏财运，把自己的晚年打造成一段真正丰收的岁月。我们都知道，命运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受个人行为、选择、习惯影响。所以白虎虽猛，但并非不可驾驭，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准备好那副缰绳。在财运层面，属鸡人50岁后最大的优势就是经验积累和人脉资源逐渐成型，这为偏财运提供了极好的温床。比如说，有些人突然发现自己年轻时结交的朋友如今变成了企业老板，拉着你一起做项目，又或者是孩子事业有成，反哺家庭，甚至还有人偶然参与股权投资，获得了数倍回报。而从健康层面来看，属鸡人五行属金，金主肺与大肠，白虎煞气又带有重金之力，容易使肺部、呼吸道、骨骼、泌尿系统承压。这也意味着一旦命里被白虎冲击，就容易出现肺部感染、慢性咳嗽、气喘、结石、骨质疏松、关节疼痛等问题。特别是那些有长期抽烟、饮酒习惯的属鸡人，白虎煞一冲就容易出大问题。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属鸡人在这个阶段情绪起伏比较大，容易因为一些生活琐事或经济压力而产生焦虑、抑郁、失眠等心理问题，而这些精神层面的失衡，往往会成为健康出问题的前奏。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情绪波动，它们往往才是最早的警报信号。在人际关系方面，属鸡人在50岁后偏财强，身边人自然多，但人一旦钱多，就容易是非也多，尤其是涉及金钱合作、家庭分配、朋友合伙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处理，防止因为一时糊涂签了不合理的合同，或被熟人骗得血本无归。在白虎冲命的影响下，属鸡人的口舌心也容易上升，言语沟通容易激烈、带刺，甚至在无意中伤人又不自知，从而招来官非、投诉、诉讼等麻烦。总的来说，属鸡人在50岁后，运势是一种富贵带风险的状态，你可能拥有超出常人的偏财运，也可能在短时间内积累不少财富和资源。但与此同时，命理上的白虎冲命煞气也如影随形，如果不加以化解、预防和调理，那这些好运最终可能会变成代价沉重的劫难。所谓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赚偏财不是问题，能守住才是真本事。在财富上学会分清主次，懂得理性规划，不贪不赌不冒进。在健康上要主动管理身体状态，及时体检，适度锻炼，情绪疏导。在人际上要多以和为贵，不求一时之气，而是谋长远之稳。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对您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分享加订阅频道。在接下来的视频将继续揭示几千年生肖文化密码背后所孕育的哪些命运和神秘信息。愿您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稳健而有力，确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坚实可靠。